中亚顶尖手术专家、少年天才林峰成功斩获医学至高荣誉拉斯克奖，颁奖典礼将在瑞典国际礼堂举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林峰的出场。林神医，颁奖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准备入场了。林神医。神医林峰无故失踪，本台记者将持续报道。助理寻找多日无果，神医究竟去了何方？神医登上人生巅峰失踪，生死沉迷。韩主任。看什么呢？我逮到你好几次了啊！每次韩主任从这儿路过，你都要偷看几眼。你一个小护工，该不会是对韩主任有意思吧？你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韩主任可是院长的女儿，是你能喜欢的吗？你这个护工的工作还是韩主任发善心给你的，要不然你个大专文凭能进我们医院？韩主任的偶像呢，可是医世无双、救人无数的林峰医生。他才看不上你这种连手术室都进不去的护工呢！快让开，快让开，让开！快联系血库。好的。患者无意识，无呼吸，无脉搏，准备心肺复苏程序。小张，准备 AED。小李，建立静脉通路，准备肾上腺素。AED 就位，正在分析心率，持续胸按压，每分钟100到120次，准备第一次电击。快去叫林峰！林峰，韩主任喊你，你快跟我走。韩主任要见林峰一个护工。这怎么可能？首富宋征的孙女出了车祸，前面已经转了6家医院了，伤势严重，情况危急。现在急需一个人来给韩主任打下手。首富的孙女都已经转院6次了，林峰派个护工去给韩主任打下手，能行吗？还不是因为急诊科无人可用，林峰止血技术过硬，所以韩主任才喊他。林峰，没时间磨蹭了，你快跟我走。切，林峰止血技术过硬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刚林峰爆炸的。韩主任，我把林峰带过来了。这不是被清雅介绍来医院的臭护工吗？清雅，你是不是叫错人了？你叫一个护工来干嘛？他能帮什么忙？林峰虽然是护工，但是他是我见过止血最好的人。哼，止血技术最好。不好了，韩主任，患者血压降低。林峰，你先帮李副主任按压伤口。好。不用，他一个护工懂什么？只会碍手碍脚的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等一下，你手法不对。我一个主治医生，我治过的病比你见过的病人都多，我这是在救他的命。如果患者是成年人，你这样做的确没错，但患者是个小朋友，你按压这个部位会压迫他的气管，如果再按下去，会把他憋死。呼吸恢复了，血压也恢复了。林峰，准备跟我们一起做手术。林峰，你只是个过来帮忙的护工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在手术室里，一切都要听主刀医生的，你没资格擅自做主。患者肋骨骨折，体内有多处玻璃碎片，为了避免2次伤害，需要将玻璃碎片取出。患者体内有异物，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剪开，露出伤口，稍微力道大了1分都会引起大出血。剪好了。取玻璃的时候，必须要扒开伤口才能下镊子。这种情况下，必须要专业的主刀医生才能下手。稍有偏差，玻璃残渣就会进入血液，流动到心脏，危及生命。扒开了，该取玻璃了。镊子。林峰怎么会对手术步骤这么熟悉？难道他会做手术？
孙世晴，照呼吸机。患者失血过多，上呼吸机，准备抽血，快！都是因为你不听指挥瞎操作，才会导致病人病危，还不快抢救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患者失血过多，是因为胸膜腔内压增高，导致了静脉扩张，必须立刻开刀引出腔内气体。胡说八道！我怎么没看出来患者中膜腔内压增高？再说，就算真的有问题，也应该是我们这种正经医生下手，哪能让你们护工动刀？韩主任，患者即将停止心跳，患者胸膜腔气压增高，准备手术，快！韩三全，孙女儿已经转了6家医院了，你们医院是我最后的希望。要是救不回我孙女儿，你这个院长别干！宋老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女儿是急救科专业医生，一定让你孙女儿脱离生命危险。不好了，患者开始抽搐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急诊专业医生，能保我孙女儿脱离危险。韩三全，为了给你女儿刷履历，漠视其他病人的生命，还配做医院的院长吗？王天，来干什么？我身为仁爱医院的副院长，当然是来治病的。韩三全，你为了让你女儿顺利接手医院，漠视其他病人的生命，你未免太自私了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并没有私心，只是情况紧急，青雅有能力做手术，所以才让他主刀。现在情况危机，你确定你女儿有这个能力吗？你先别吵了。现在孩子的伤势最重要，我先看看情况。他们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给病人开刀，这种情况除了林神医，还没有人成功过呀。张院长，你作为国际医学研究院的院长，肯定认识林神医，能不能麻烦你请他救救我孙女啊？哎，我也只是在林神医的颁奖典礼上和他有过半面之缘。如果林神医出现的话，我一定能够认出他。只可惜他已经失踪了。啊！血压回升，血氧92，呼吸恢复了，胸膜腔内压也恢复了，准备收尾，监督胸内气压指数。林峰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林峰，你之前做过手术吗？做过。你今天表现不错。哦，我打算给你升职，做我的助理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他一个小小的护工，就算要升职，也不能升到主任助理的位置吧？你这样做，就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？一个护工都能升为主任助理，做事如此草率。韩院长，你女儿真的能力足够吗？爸，我让林峰当我的助理，不是空穴来风。我认为他是有实力的。有实力？他只是一个护工打杂的。宋先生，这都能升为主任助理，可见韩主任的实力也是一般的。韩主任，你竟然让一个护工做你的助手，这分明是不把我孙女的安危放在心上。幸好这次茵茵没事儿，茵茵要是有事儿，一定拿你是问。潘主任，我刚才观察到病人的心电图有些异常，需要做一个超声检查。宋先生，不要听他瞎说，您女儿的心脏体态特征是完全正常，没有必要检查。你是叫林峰吧？你刚才为什么要诅咒我的孙女？我没诅咒她，
我只是陈述事实。还敢狡辩？来人，来给我带下去！宋先生，你再怎么着急，也要等到检测报告出来再说吧。我们不如给病人做一个超声检查，如果有事，我们能及时制止；没事的话，也不能影响到你，您说是吧？韩主任，我行医治病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护工吗？就是啊，师妹，赵天可是咱们医院境内的翘楚，与其听一个小护工在这儿耽误时间，还不如听赵天的呢。病人心率一致，但振幅却下降，他的心脏一定有问题。林峰，一个护工允许你上手术台，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，你还在这里说三道四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赵天，多做一项检查是对病人的保障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判断林峰就是错误的呢？还是说你怕是您错了，怕丢人呢？怕丢人？韩主任，我一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没有出过错吗？怕什么丢人？我只不过不想自降身段，和一个护工计较吧。要做检查可以，如果做检查没有问题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愿意辞职离开。青雅，好，有宋老先生在这里作证。如果你输了，可别说我欺负晚辈。青雅，你太激进了。爸，我相信林峰。李云，你去手术室检查一下。等我把宋清雅送出医院，还有谁能和我抢韩三全的位置？你是怎么样？超声检查结果显示，一切正常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真是我看走眼了？韩主任，你是不是该主动请辞了？青雅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师妹也不用主动请辞。林峰，你知不知道他为你放弃了多么重要的东西啊？我师妹前20年都投身于医疗事业当中，发誓要成为林神医那样的人，结果因为你，不光热爱的事业没了，连未来也没了。好了，师兄，我的事业和未来没那么重要，只要病人是健康的就好。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准备急救手术。够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吹牛？林峰，你想上位是想疯了吧？检查结果明明在这里，难道你说你比机器还厉害吗？我不同意。赵天，你们医院任由一个护工胡作非为，我宋家用不起，我要带茵茵转院。宋老爷子，如果您不想让您孙女出事情的话，我劝您最好听我的。不好了，病人突然器官衰竭，情况危急。检查结果刚刚出来，怎么会突然器官衰竭？准备手术。好，快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我孙女已经脱离危险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器官衰竭了？我现在也不知道啊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场手术由我主导。韩主任、于副主任，你们帮我打下手。孙护士，你负责递刀。林峰，你不过就碰巧蒙对一次，你别太嚣张了。我告诉你，手术室可不是你玩闹的地方，主刀医生的位置你不配，你给我让开！我让开，你会治吗？就算我不会，这里还有清雅，轮不到你主刀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，或许这次的手术只能由林峰来完成，因为他几次的预判都对了。师妹，没准是他蒙对了呢。我们是之前太相信机器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机器是无法检测的。但是林峰他发现了。林峰，我愿意再相信你一次，全力配合。手术，叶子，支架弦，血压回升，血氧92，输血，
建立体外循环。血氧浓度56、57、58。我没看错人，林峰果然是有实力的。林峰，你最好把手术做好，要是连累了清雅，我拼了这条命也不会放过。那小子确实有点本事，居然能看出来问题。不过他就算看出来又怎么样？能看出来未必能救人。等你把首富的孙女害死了，院长的位置还是我。赵夏，他们到底能不能救我孙女儿？说话呀！我孙女到底会不会有事儿？难啊！宋首富，那小子只是个护工，就算他走了狗屎运，猜对了您孙女的病，也根本主刀不了这场手术。您孙女的命保不住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副院长吗？让他们滚出来！你去做手术救人。宋老先生，您不知道啊，心脏衰竭的黄金救治时间很短，现在时间已经被他耽搁了，我也无力回天啊。张院长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确实像赵副院长说的那样，况且这种心脏手术除了林神医以外，我还没有见过其他人成功过。像您孙女现在这种情况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宋老，要怪就是怪韩主任和那个小护工过于在您面前表现，耽误了时间呐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孙女今日注定要命丧于此吗？韩清雅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要不是你一孤行，患者能走不出来了吗？高兰，都录下来了吗？像这种品质恶劣、医德败坏的医生，一定要曝光出去，绝不能让这种败类影响到我们医院的声誉。赵院长放心，我作为医院宣传部主任，已经通过监控记录下了整场手术，随时可以将他们曝光出去。手术成功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手术成功了？那个护工难道真会做手术无成？清雅的坚持是正确的。对，手术圆满成功。待会儿医护人员可以进去检测。不过患者刚刚做完手术，身体比较虚弱，待会儿你们安静一点，不要影响到患者休息。真的？这绝不可能！短短半个小时时间，怎么可能完成手术？一定是患者死在了手术台上，是不是？赵副院长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盼着我孙女在里边出事吗？宋老，我身为仁爱医院的副院长，江城医学学会的会长，乃至全世界医学学会第3期预备会员，我治疗的病人比你见的都多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专业判断吗？韩院长，你怎么说？我相信我的女儿不会骗我的。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哦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让我们进去，好将手术失败的责任抛在我们身上，从而撇清你们自己。我说了，手术没有失败。林峰说的没错，我们治好了您的孙女。清雅，当时手术室的情况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器官衰竭，神仙难治啊。那如果我救活了？是他，就是他。没想到我竟然发现了他的踪迹，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准备厚礼。林峰，我相信你是一片好心，但现在的情况是，但凡有一切可能，我都愿意相信。可事实摆在这儿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爸，你也不相信我们吗？相信你们，那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。你们两个为串通一气，将医疗事故的责任想撇在我们身上，你们根本就不配做医生。你们这些庸医竟然如此歹毒啊！我孙女儿都这样，
你们还想利用他，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手术室就在这儿，救没救活，您一看便知。宋老，千万不要被这个护工骗了。他们说能救人，他们哪有这个实力能救人？一个护工，一个小年轻，一个副主任，他们连半个教授都算不上，还救人？他们凭什么？对啊，尤其是那个林峰，明明就是个才来没多久的护工，竟然不自量力做手术，他配吗？要我说，就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，都是他们害死了宋老的宝贝孙女，必须要他们负责。把他们全部……爷爷，咦，我怎么听到了茵茵的声音？是幻听吗？宋老，这件事不劳您出手，我们医院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。来人，把这几个庸医给我抓起来！这下就能把林峰和韩清雅一起赶出医院。宋老，您被赵天给误导了。林峰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护工，但今天多亏了他，您孙女才获救的。宋老，您进去看一眼就知道了，您的小孙女真的没事儿。哼，我看你们就想趁我们进去偷偷逃跑，是不是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宋老，您确定您还要在这儿听他废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爷爷你在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茵怎么样啊？爷爷，茵茵还以为见不到爷爷了。怎么会呢？爷爷啊，一直陪着茵茵呢。刚才呀，爷爷是给茵茵找医生去了。你看，这医生不是把茵茵治好了吗？医生？刚才救我的那个大哥哥呢？他就是爷爷找来的医生吗？看来是我误会那个姓林的护工了。等会儿出去要好好报答他。对，就是他治好了茵茵，爷爷呀要马上去报答他。宋老，这绝不可能！孩子明明已经器官衰竭了，在这么短的黄金时间内，他一个小小的护工怎么可能把人救回来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林峰的实力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将宋小姐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不，这绝不可能！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，是宋小姐自己运气好，跟林峰没有关系。赵副院长，你是觉得我脑子进水了吗？运气不好这句话你也说得出口？看看，林先生，我郑重向你道歉。刚才我是听信谗言才错怪了你，没想到你真的有能力救回我孙女。应该的，本职工作罢了。好，小兄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我一定全力报答。不用，我不是为了想要您的报答才出手救宋小姐的，我只是不想看到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消失罢了。听到了没有？这才是医者仁心。是不是医者仁心咱们暂且不谈，现在宋小姐的情况算是基本稳定了，但是呢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静养，所以我希望宋老爷子您多抽一些时间多陪陪她，还有就是多给她弄一些滋补的药膳补补身体。对，林先生所言极是，我万分感激。不用感谢，真的是本职工作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林先生，请留步。这是宋某的名片，你拿上这张名片到宋家，宋家绝无二话。我宋家上下所有企业见到这张名片，就如同见到我本人，请林先生一定留手下。这是宋老的私人名片。听说宋老的名片在黑市价格都炒到了6个亿，而且有价无市。林峰，宋老居然要把名片给你呀！这张名片为什么不给我？如果我有了这张名片，全国无论哪家的医院院长的职位都随我挑选。哎，林峰，林峰，你等等我。哎，今天我就知道你没问题的，要不是有人阻拦，我们早就救下茵茵小姐了。还好，宋老没有听取赵副院长的谗言。既然结果是好的，那你之前顶撞我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早说你这么厉害，这个宋老。
死鸭子嘴硬，这次要不是有林峰在，咱们早就被收拾了。总算是结果是好的嘛，我们又成功的救了一名患者。静雅，这次呢是爸的错，我不该错怪你的。爸，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林峰，他顶着宋老给的施压救下患者，不然我们医院的名声早都毁了。林峰，这次多谢你了。您太客气了，院长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，那咱们都散了吧，别一会儿影响别人用手术室。好的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林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，怎么能抓住这么短的抢救时间？就连我做这种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，凭什么他这么云淡风轻？凭什么？就凭林峰能把患者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在你眼里只有利益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一名医者。我不配，我的医术经过全国专家的鉴定，经过数万患者的考验。林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，走了狗屎运而已，他根本就比不上我的医术。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？一会儿自己看一看手术室的回放就知道。毕竟你也是个医生。林医生，你找林医生有事儿？刚才林医生动手术的时候，我直播了整个过程，现在网上都是在夸林医生医术厉害的，而且有个大主播想过来要个签名呢。如果能够得到这位主播的支持，对我们医院接下来的宣发是很有帮助的。对了，林医生，你介不介意啊？我不介意。那就好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啊，那个美女主播已经过来了。您就是林医生吧？刚才的直播和您的手术过程我都看了，很精彩。能不能请您帮我签个名？能不能请您帮我签个名？可以。这么帅的签名，没想到林医生不仅医术厉害，字也写这么好看。那您先慢慢看着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可是100万粉丝的女网红啊！没想到这么大的网红居然会来找林医生要签名，林医生的魅力也太大了，这下他真的要火了。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以后我们医院有了林峰，会越来越好。幸亏我提前有准备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风光啊？这时候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迟了。若不是你几次三番的纠缠，宋总能对我们医院产生这么大误会吗？院长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只要有结果就好了嘛。希望赵副院长能从这件事中吸取足够的教训，不要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哼，你不也没看出林峰医术高明？林医生已经走了吗？刚才我朋友还嘱咐我也帮他要一张签名呢，一激动给忘了。这有什么？林峰是我们医院医生，碰见他再要不就行了。也是，不管他们了，反正我已经有林医生的签名了。林峰的字果然好看，难怪崔诗晴这么欣赏他。哎，等等，这次怎么和神医给我的签名有几分相似啊？林峰，他会不会和神医有关系啊？我找林医生有事儿，先走啊。林峰，你等等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，不能撒谎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他发现我的身份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学过医的学生，适合进急诊科。但是就你今天的表现而言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学生，你就好像是那个做了无数台手术的临床医生，你知道吗？碰巧而已。碰巧？对。你觉得我信吗？啊，一个护工，他不仅能做手术，他的技术还非常的精湛，你觉得我信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护工。哎，你等等我。
韩主任，林峰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韩主任刚才不小心把脚崴了，我扶了他一下，对吧？啊，对，是。哦。那个，你们有事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啊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韩主任真不小心。韩主任，这林峰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能是什么人呢？我不过是一个运气好一点、懂一点医术的普通人罢了。我才不信！你要是普通人的话，又怎么会？老婆，你可别杀我，老婆！老婆，求求你们，求求谁能救救我老婆呀！来人，救救我老婆呀！求求你们救救她呀！孕妇早产，联系医院调集人手和器材。好。现在这碰瓷方式真花哨啊，连孕妇都出来了。是啊，哥们儿，这可不敢扶呀，这万一把你讹上了，裤衩子都得赔进去。没有，我不是碰瓷的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我是医生，现在你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找干净的衣服，越多越好；第二，找遮挡物。快去，来，这交给我。你们有干净的衣服能借我吗？有干净的衣服能借我一下吗？我有钱，能可买？你买得起？我这件衣服你搬1年的穿。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吧！救救我老婆！我做牛做马，感谢你们！求求你们！求求你们了！求求你们了！叔叔，这个可以吗？快让开！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呀，还骂一个小姑娘有担当呢，丢不丢人呐？哎，我这有衣服，赶紧垫上。地上脏，别让你媳妇伤了身子。快去！我这儿也有一件衣服。谢谢。来，现在要进行初步急救，谁有遮挡物？大衣、伞、衣服都行。哎，我这有伞。哎，我这儿也有伞，我这儿也有。来，到我面前一字排开，来，开伞。已经联系上医院了，人马上就到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孕妇腹部遭受外力撞击，胎儿受了刺激，恐怕要早产。这么严重？哎，你好，让院长，快把病人送上救护车，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现在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，马上寻找合适的场地，充当临时手术室。现在病人情况这么危急，不送医院干什么？高压90，低压50，产妇血压太低了，情况很危险。林峰，你难道要在医院外给孕妇接伤？产妇情况不容乐观，她根本撑不到医院，只能现场接伤。明白。我们现场临时搭建手术室，大家请让开。哎，医生，我们工地有帐篷。太好了，快准备一下。哎，亲啊，产科手术不是儿戏，稍微一不注意就是1尸2命。你看看这的环境，医疗手段、无菌环境都不达标，贸然手术是会出医疗事故的。不用说了，我相信林峰。林峰，这次拜托你了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正在展开一场危险系数极高的户外接生手术。参与手术的人有我们医院的2位主任医生以及上次的林峰护工，请我们祝愿岳父母子平安。什么情况？韩主任竟然带着护工给别人接生，这个韩主任到底怎么想的？让护工参加妇产科手术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把人害死怎么办？林峰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？难产。
难产！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老婆呀！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搭把手，快！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3、2、1，起！慢放，慢放，慢放。林峰，什么难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这个护工怎么回事啊？上来就咒孕妇难产，真是倒霉催的。如果真乌鸦嘴说中了，患者出事，他们一个个的都跑不掉。能不能把这个家伙赶走，然后把孕妇送到医院啊？林峰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出的判断，而且从这里到医院还有很长的距离，途中万一出现问题，根本来不及手术治疗的。亲啊，我们还是赶紧把产妇送进医院吧，或许还来得及。从发现孕妇那刻起，他就是这个手术的参与者，他有权发言。可是产妇的情况还算乐观，没有出现难产的情况啊。不好了，李主任，产妇停止宫缩了。什么？啊！你让开，走。提前联系医院血库，准备应对大出血。大出血？啊，我去联系血库。谢琳娜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要是孕妇真出了什么问题，跟你没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做手术的？他们的挂号费有没有交？出诊费、医疗费有没有交？没有缴费，你们在这忙里忙外的在这做手术，你们有没有把医院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？赵副院长，事急从权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缴费，是救人。你一个小护工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现在孕妇难产，十分危急，需要紧急救治，救治完之后再缴费。胡闹！他们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们没有缴费，医院拿什么赚钱？手术中所消耗的医疗器材成本谁来承担？医生，我有钱，求求你先救我老婆，我一定缴费，一定缴费！滚开！你给我钱干什么？你要缴费去医院前台查。我老婆难产，要死了呀！你老婆是死是活跟我们院长有什么关系？要遵守规章制度，懂不懂？谁打我？你们这群连手术费都拿不起的刁民，信不信我抱腿抓你们？谁说他没有手术费的？王哥、赵哥、小李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听说你媳妇儿出了点事儿，哥几个就赶紧过来了。我这儿有2万，你拿着，不够啊，我再去取。我这15000拿着。哥，我这里有5000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你们。现在可以给老赵他媳妇儿手术了吧？就你们凑这点钱，连我跑一趟都不够，何况现在有这么多人。你是想害死我媳妇儿吗？我他妈的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想打人吗？赵副院长，现在这场手术最重要的是孕妇的安危问题。他们都有钱了，我们还是赶紧把手术给做了吧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勉为其难看看吧。闲杂人等，全部离开。这台手术他做不了，准备接手。哎，手术过程当中别对着孕妇。好的。不好，产妇血液中的含氧量迅速降低，血压也降低，并与输血量严重不符，出现血尿症状。冷静，仔细观察孕妇的情况。孕妇呼吸困难，并伴有抽搐。你好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糟了，孕妇完全失去意识。羊水栓塞，产妇出现羊水栓塞。羊水栓塞，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7的羊水栓塞，竟然被我们给遇上了。赵副院长，我们这儿您最有经验，您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医院治不了，安排转院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安排转院就等于要他的命，一尸两命，你这是医生吗你？那以韩主任的高见，我该怎么做呀？绝对不能放弃，继续抢救。韩清雅，你知道羊水栓塞意味着什么吗？
产妇一旦出现羊水栓塞，死亡率高达86%。凭我们现在的条件，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手术。那也不能放弃。我不是放弃，我是说转院。产妇只有在医院动手术，才能最大保证产妇的安全。黄金救援只有5分钟，你现在给她转院，你就是不想让产妇死在你的手术刀下，你想逃离自己的职责。是，我不想担这个责任。那你呢？你想抢救，你有把握救下这孕妇吗？潘主任，还是先进医院吧。赵院长也是为了咱们医院好呀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当医生。潘主任，这台手术我们做不了。谁说做不了？有我在，他一定会平安的。这台手术由我来做。您疯了，您疯了！你为了给韩清雅撑腰，简直是不择手段。你知道羊水栓塞意味着什么吗？十死无生！你想抢救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神医吗？林峰，你可以吗？他少说2句我就可以。韩清雅，你疯了吗？连我都没有把握的手术，他一个护工怎么能做？没错，我相信他。以他现在的技术和对病人情况把握的精准度来看，他是我目前见过最厉害的人。你才见过几个医生？他是第一个发现产妇情况不对，让我准备血库的人。如果说这个手术室需要一个救周太太的人，那这个人一定是他。韩主任，做手术可不是小事，不是只靠信任就能挽回病人生命的。韩主任，要不就听赵副院长的，赶紧抓紧时间安排孕妇进医院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看到了吗，韩清雅，我的意见才是众望所归。林峰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是孕妇最后的希望了，你可以吗？韩清雅，你就倔了，你想承担医疗事故，你自己承担，我没空在这跟你胡闹。你等这个护工们，万一出了事，你看你怎么交代？走，准备开始抢救。所有人配合林峰，林峰主刀，其他人配合。距离发现产妇羊水栓塞已经过了1分半了，只剩下3分钟左右的黄金时间了，来不及了。羊水栓塞抢救，这怎么可能有人做到啊？羊水栓塞是啥呀？羊水栓塞就是全身的血液被污染，需要快速的把孕妇全身的血都要换一遍。之前那位神医有过一次成功的案例，一场手术27小时，用血6万毫升，相当于17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。这么可怕？那这场羊水栓塞的直播能成功吗？看，就是。报时，北京时间11点23。韩清雅1注，李媛2注，小孙倒计时3分钟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台手术由我主刀，黄金时间只有5分钟，现在只有3分钟不到的黄金时间。林峰想在3分钟之内完成手术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神医吗？或许他真的就是神医呢。不对，神医怎么可能在我们这种小医院？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？你老婆怎么样跟我有什么？不是，我把钱都给你了，我老婆人呢？你怎么不救她呀？孕妇羊水栓塞，我们医院没有能力治疗，就要在黄金治疗时间安排转院的时候，里边的几个医生硬要治疗，恐怕你老婆凶多吉少吧？不可能，明明是那个好心的男医生先来救我老婆的，你说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故意害我老婆？滚开！你把话说明白，不然我们天天蹲大牢，也要给你个教训。你们恐怕不知道吧？你嘴里的好心医生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，只是个护工，只是个打杂的护工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嘴里的好心医生马上就要把你老婆给治死了。没想到那个面战的医生竟然是个护工。周哥老婆好不容易怀孕了，竟然被害1两命，行，我忍不了了。周哥，救嫂子去！走，不能让他把我老婆给害死！走！你干什么？局部静脉麻醉，静脉麻醉。你们给我让开！我要把我老婆带走！里面在动手术，你们进去会害死人的！放屁！你们院长都给我说了，给我老婆做手术的是个护工。你不要再不让开，
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，让开！林峰，外面好像有人闯进来了。现在是手术的关键时刻，要是他们现在闯进来的话，手术会彻底失败的。加压给氧。你们干什么呀？这么冲动！孕妇在难产，在抢救呢。抢救？你们那么多医生，居然让一个护工抢救，这哪是抢救，分明是害人！没错，苏哥，我们赶紧去救人吧，去晚了人就没了。你们要相信林峰，林峰很厉害的，一定能把人救回来。擦汗。阿托品1毫克，静推。一个小小的护工，他懂什么医术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里边可没动静。什么？没准儿啊，你的老婆被他给治死了！老婆，王八蛋，还我老婆的命！哎，你干嘛呀？起开！没听错吧？不会吧？他只用了3分钟就完成了剖宫产。病人家属，我老婆孩子母子平安，太好了。不过产妇只是暂时脱离危险，后续还要到医院继续手术。你刚才说母子平安？对，恭喜你，是个儿子。我他妈有儿子了，有儿子了！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你们这么多人围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了，特意过来看看啊，看看。对，看他们就是来看看。不可能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，怎么可能会接生？没准儿你老婆明明被他给治死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刚才咒我老婆孩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差点误会，让我冤枉我家的恩人王哥、赵哥，我收拾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李医生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听了那个老东西的话，我差点误会你，你谅解我。没事，我不在意，你不用向我道歉，你该道歉的是韩医生。韩医生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推你，你要打要骂冲我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没事，一时情急之下，能理解。好了，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，我们还要继续手术。李医生，韩医生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，我给你们赔礼道歉，求你们一定别牵连我老婆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是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，我们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就不救患者的，行吗？没想到这2位医生年纪轻轻，不仅医术高超，医德还如此的高尚，我真不是个东西啊！我接生手术顺利结束，辛苦各位。孕妇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，后续手术回医院进行，安排回医院，动作要快。另外注意孕妇保暖。安排转移回医院。韩院长，这次我们真的要火了，我把林峰直播救孕妇的过程全给直播下来了。现在热度嗖嗖的往上涨啊！底下评论都是在说林医生医术神通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看来啊，小林马上就要成为咱们医院的金字招牌喽。妹妹，我找到能治好你眼睛的人了。可是，哥，你不是说能救好我眼睛的只有林沈一吗？现在林沈一失踪了，你上哪儿找去？相信我，能治好你眼睛的医生就在这所医院。林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？脱离危险了吗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手术非常成功，你放心吧。记得术后24小时内进食，注意休养。辛苦您了，应该做的。那个，我先去看我老婆，回头再来谢谢您。好，老婆。今天幸好有你力挽狂澜，不然这次就危险了。过奖了，韩主任。我看今天的手术手法好像是双线程手术吧？我记得只有神医才会双线程手术法，而且只有神医才能治羊水栓塞这样的难题。
你是不是？我只是一个运气好一点、懂一点医术的普通人。林峰啊，林峰，都是你给害的，让我被臭农民工打一顿。看清楚了吗？把他的手给我废了！今天有没有时间啊？一起吃个饭呗。吃饭？就是他！快抓住他！杀人犯就是他！之前小黄负责干什么呀？这是医院，嚷不嚷啊？就是你给我老伴动手术，结果把人给治死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林峰一直在手术台上，怎么会害你老伴呢？你们医院蛇鼠一家给我老伴动手术，把人给治死了，现在还死不承认。儿子，你可得为你爹报仇啊！小子，你害死我爹，我要你偿命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医生打人了，打人了，都来看呐，这医生打人了。这个叫林峰的是个护工，他假扮医生给我老伴动手术，把人给治死了，现在还动手打我儿子，谁来替我的主子啊？这医生怎么把人给治死了呀？你没听见吗？那个人是个护工，假扮医生呢。怪不得医术不精治死了人，还理直气壮打人。这医生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别听他们胡说，林峰是被冤枉的。我胡说？我能拿我老伴的命冤枉你吗？老伴儿呀，您死的可太惨了呀！老伴儿，您死的可太惨了。你哭啊，接着哭啊，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啊？好，你说我把你老伴治死了，我问你。你老伴叫什么名字？你说我把你老伴治死了，那我问你，你老伴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时候进的医院？又是因为什么病动的手术？具体的死亡时间又是什么时候？你说说看。你什么你啊？说话。要不你说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医院会对每一位病人的信息进行详细登记。如果你们说不出来个1、2、3，你们这就是在蓄意闹事，我们完全可以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。冲着林峰来的，你少转移话题。我们今天就是来讨回公道的，害死我爹，我今天就要你偿命。如果这个医疗事故是发生在我们医院，我们一定会承担到底。但如果你们只是想污蔑我们的医生，王玉一定会严查到底，情节严重者交给司法机关送进监狱处理。啊！坐牢？王哥，咱说好了只是演戏，怎么还要坐牢啊？你闭嘴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什么啊？原来是假的呀！这几个人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用这种手段抹黑医生！保安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站住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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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开！滚开！小心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快把他带走！哥，女士你好，我是急诊科主任韩清雅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哥的伤势啊？我哥他怎么了？放心，没事，别紧张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伤口大出血，先送主治室。林峰，这次只是一个正常的微创手术，应该很快就能结束。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观察到，韩主任，韩主任，虽然李主任已经控制住了患者的伤势，但现在还有更大的问题。是他。我叫陈勇，是隔壁市第2医院急诊科的主刀医生，主攻视力恢复方面的手术。没想到，这次我会以患者的身份
跟9一见面。我听说过你，17岁的时候就考入国内最顶尖的学府，27岁在国外留学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之后拒绝国外丰厚的待遇，毅然回国报效祖国，让我国眼科领域发展提前20年。陈医生迄今为止，已经让数万名患者重见光明了。那些都是虚名。现在的我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动手术。情况不容乐观，除了尺骨、桡骨、腕骨均受到不同损伤以外，韧带也断了。更严重的是，手掌神经受到严重损伤。那陈医生的手？双手是人体结构最为复杂的躯干，骨头能治好，韧带也能恢复，可是这神经，陈医生的职业生涯因为医闹彻底毁了。陈医生的手以后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手术了。可是还有那么多失明的患者都等着陈医生去拯救呢。你的职业生涯不会结束，你的职业生涯不会结束。是你啊，林峰，你开玩笑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场合啊？陈医生现在手被砍伤，职业生涯很有可能就此中断。现在不是你吹牛的时候。林峰，你之前虽然做过几场手术，但这个手术和你之前做的性质完全不一样，你还是别说话。不，我相信林神医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或许真的有办法。什么？陈医生，你竟然相信林峰？他只是和神医同名同姓，不是真的神医。陈医生，你刚来我们院，可能还不了解情况。这个林峰之前就是个小小的护工，别说跟神医有关系，连个正经医生都算不上。够了！现在说这些干嘛呀？我们最主要的是保住陈医生的手。秦雅，我说够了。林峰，你那里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？你可以提出来。开刀，动手术，缝合每一条神经线，静养康复。林峰啊，林峰，这就是你说要保住陈医生手的治疗方案？开刀、动手术、缝合神经。林峰，你以为这是儿童游戏吗？你知不知道手部的神经缝合手术意味着什么？全国上下所有医院有几个医生能完成？小李，这缝合神经的手术这么难？对，神经缝合手术听起来像街头大样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啊，就像用挖耳勺舀干大海里的水。难道这么恐怖啊？人体神经极其复杂，全身上下有1000亿个神经单位，手部神经更是高达100万根，只要有一根接不对啊，李医生的手还是没法做手术。林峰提的方案是可行的，但是放眼全世界，没有人能完成，这也是李主任生气的原因。对，有一个人能完成。谁啊？林神医啊，他之前通过线上做过一台手术，人在京都，去给旧金山的患者做了一台脑肿瘤切除手术，手术不仅很成功，而且患者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。这么厉害啊？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赵院长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刚刚听说咱们医院有医闹的情况，咱们急诊室的医生被病人患者家属刺伤了手，我身为副院长过来探望一下。这是我急诊科的事，不需要您慰问。林峰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现在怎么样？遭报应了是吧？你的双手废了，以后就不能做手术了。双手废的怎么是你？你是谁？他叫陈勇，是一位眼科医生，而且是一位让上万名失明患者恢复光明的眼科手术专家。林峰，你的手没事吧？这些废物竟然连这些小事都办不好。难不成你希望出事的是林峰？不是这样的。既然没有什么事儿，您先回吧，我们还要商讨方案的事情。秦雅，
赵院长临床经验丰富，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。赵院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正在商讨手部神经缝合的手术的可行性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建议？手部神经缝合？李主任，你这儿没事吧？放眼整个医院，谁有把握能做这样的手术啊？是你还是你？我相信林峰可以把这台手术做好。你啊，我知道你跟林峰关系密切。放眼整个全国，能做手部神经缝合的医生不超过10个，能有把握做成功的，恐怕也只有神医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一个赌，如何？赌什么呀？如果林峰把这个手术做好了，从今往后你不能再找他的麻烦。好，如果他手术失败，你们2个主动离职，以后不得从事跟医学有关的任何职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走。你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看不惯他那无法无天的样子。那你也不能。好了，准备手术吧。你们手术失败后，就给我滚出医院，把你长枪弄死你！大家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医院了。从19……兰姐，林峰又要做手术了，这次更不得了，是缝合手部神经的手术。什么？快，准备直播间，快啊！现在开始手部神经断接手术，谭千雅1柱，李云2柱，麻醉师待命。孙护士，你负责记录患者信息，随时观测心脏血压情况。手术开始。是。直角线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我们医院手术直播室，目前在进行的是手部神经断接术，主刀医生是我们医院的林医生。谭主任，加压给氧。好，手部神经断了，那这患者的手算是完了。这个医生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感觉医术不怎么说样。不定啊，是哗众取宠的小白脸儿。受伤的也是个医生，大家请为他祝福手术成功吧。受伤的居然是位医生，那他后半辈子不就完了？这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，再怎么手术也是白费力气了。大家请耐心等待。目前这位指导医生非常厉害，他曾成功抢救回羊水栓塞的孕产妇。就算救活了羊水栓塞又怎么样？孕产科和神经科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医生到底……我听说这个主刀医生以前好像只是个护工啊。这护工出身，这医院是在开玩笑吗？你们救的可是医生，这么不负责任吗？你们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。陈勇医生因医闹而伤到了手，我们不仅是在救人，更是在挽救陈医生的职业未来。你们再敢歪曲事实，我就把你们全部踢出直播间。现在的医疗环境啊，医生真是医闹害人呐！祝愿手术成功，祝陈医生未来顺遂。我相信林医生，也相信陈勇的手一定能恢复如初。林峰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林医生，你怎么把陈勇的伤口给撕裂？这什么破医生，来害人性命吗？他是不是和这医生有仇，故意报复？一个护工也敢来动手术，这个医院简直无法无天了！我这就去举报你们！你别打扰林峰，你再这样你出去。孙护士，决定。林峰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相信你的技术。韩主任，你还是别相信他了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和赵副院长见面。或许陈勇还有得救。深枝桡神经已经连接完毕。不可能，陈勇的手伤得这么严重，深枝桡神经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深枝桡神经已经接上了。林峰，你太厉害了！别分心。什么神经？这个医生的手术成功了没有？不过是接上根神经，这手能不能用还得两说呢。能接上桡神经，算这小子有2把刷子，但正中神经和尺神经也很重要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。林峰，算你有点本事，不过恢复肌腱和其余的神经也不是一个小问题。你需要我帮什么？我需要你安安静静的站在旁边，听我吩咐。好，我今天倒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救得了陈医生。院长，3个小时了，这林峰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啊！垃圾护工怎么能跟您这个副院长相提并论呢？我说小丫头，林峰他只是一个护工，垃圾一个。这个手术要我来主刀的话，你哥哥的手或许基本能恢复；林峰主刀的话，你哥哥的手算是废了。这个林峰虽然没能废了他的手，但他担着韩金雅口出谎言，自毁前程，也算是不错的结局。
那可不是，那有些人呢，放着好医生不选，选废物，那后果只能自己担着喽。哎呀，咱们回去喝茶啊！好，好茶泡上。那个医生真的能治好我哥哥吗？中神经和尺神经连接完毕，骨膜伤也处理完毕。天呀，这也太牛了！那神经比头发丝还细呢，他居然能连接成功！我现在相信他能救回羊水栓塞了，他简直就是医学天才嘛！这怎么办？手甚至比机械还要快，还要稳，这林峰到底是谁？我都睡一觉了，这手术居然还没完，这医生精力也太好了。手术室的护士感觉都要站不稳了。别是手术失败，在这里拖时间吧？能不能行啊？赶快的！林峰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如果累了的话，就去旁边歇一下吧。不，我陪你坚持到最后。这快12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，依然能够全神贯注。这林峰不愧是能救活羊水栓塞的孕妇的大神医生啊！手术成功。林峰，陈勇的手。天哪，我要流泪了！这个医生的手终于是保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刚做完手术的手居然就会动了！林峰，这正常。虽然说陈勇人还在昏迷，但是肌腱和手部神经都已经连接成功了，手部的神经功能已经恢复了。太好了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林峰，你太厉害了！林峰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据我了解，这世上只有一人有这等神迹操作，莫非他就是神医？林峰，你竟然是灵神！神经尽断，肌腱受损，谁还能把这样的手恢复如初？只有神医才完成过这么高强度的精密手术。神医，我看到活的神医了！林峰，林峰，难道你是灵神医？啊，不可能！神医怎么可能蜗居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医院当护工呢？好了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先把陈勇送到监护病房吧。好长时间了还没出来。哎，怎么了？磨磨蹭蹭的，陈勇推不出来了，怕是醒不了吧？林医生，我哥哥他怎么样了？早就跟你哥哥说了，你个垃圾护工的话也信，这下好了，命都给搭进去了。就说了要找金牌医生做手术，这下好了，命都没了。对呀，这个医生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，人家只是伤个手，他这是确实要了人家的命啊！你别难过，告医院要赔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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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赔偿！我不要赔偿，我只要我哥哥。你别着急，这件事与我们医院没有任何关系。林峰他只是一个护工，我现在就把他逐出医院，送去吃牢饭。送谁去吃牢饭啊？你们小心点啊！你怎么走这么快啊？都不等我？我只是想先和患者家属谈谈。这样，你这是在包庇我呀？陈勇八成是已经死了。你才死了呢！你是医生，难道不知道病人要醒麻醉吗？空口白牙在这儿胡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告诉韩院长。醒麻醉？难道手术成功了？陈勇的手都被砍成那样了，怎么可能恢复？你当然不可能，人林峰就是能做到。直播上面清清楚楚，林峰刚动完手术，陈勇的手就能动了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动？天哪，这是真的，针刚拔出来，手就能动了，这真是简直都是神迹啊！哇，你居然还救活过羊水栓塞，这种死亡率接近100%的病，你居然都能救得回来！哎，林医生，下个月我老婆要生小孩，请你一定要主刀啊！林医生，林医生，我也求你！林医生，林医生，林医生，求你了，林医生，求你了，林医生！好，冷静一下，医院会安排的。
让我们先和患者家属谈一谈，好吗？林医生，我哥哥他……你哥哥手术情况非常好，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会痊愈的。你要相信林峰，他一定能救好你哥哥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林峰手术有问题，等我确定了之后再说。院长，陈勇手部的所有神经竟然都连接正常了，这种难度的手术，林峰真的完成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家人们看到了吗？林医生的手术成功了！我的天哪，手上的神经系统可是最复杂的，这种手术只有那位林先生才完成过。没想到他真的成功了。不可能，林峰怎么会完成这么复杂的手术？莫非他就是那位？不，他只是一个护工而已。赵院长，林峰已经成功了，之前的赌约是不是可以履行承诺了？手术是成功了，可到底会不会影响这位医生的职业生涯还不一定。韩主任，你下定论下得太早了。你出尔反尔！等他康复之后，完全可以继续做医生。你一个护工说了不算，我只看事实下定。赵院长，你要反悔吗？赵副院长，你是准备抵赖到底了是吧？我说了，我是按事实说话。他一个小小的护工，值得我去找他麻烦吗？这段时间，林峰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他的医术远远不只是一个护工了呀。靠运气做几场简单的手术，就以为是神医了吗？你没关系，病人呢，咱们已经救回来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赵副院长，我希望类似的事情别再发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下不为例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威胁我？哎，林医生，哎呀，林医生，我刚才看了您做手术的直播，您的医术太高超了。林医生，我听说有人一直欺负您呀。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有人敢欺负我的恩人，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为您出了这口气。凭什么林峰只做了一台手术，就有人这样护着？哎，我说姓赵的，您上次挨打还没挨够手。好，不就是一个承诺吗？我信守着，我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。不过你以后千万别犯在我的手里。哎，你走。周先生，这次谢谢你了。哎呦，韩医生，你千万别这么说呀！幸亏有你们，我们家才平平安安的。孩子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。林峰，病人家属想见你。哦，林医生，那你们有事儿你们就先忙，我去看看孩子。好，你先去。你们忙啊。好嘞。谢谢你，林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哥。他是医生，如果手废了，他后半辈子都完了。没事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听别人说了，这次如果不是你，他手就废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别这样，你哥哥是医生，他救了很多人，我们救他是应该的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林峰，这次算你厉害。你哥哥的手已经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等你调整好状态再去见他啊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他。这次我也应该谢谢林大医生了。你谢我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能完成这个手术，按照赌约，我都应该辞职离开医院了。谢谢林大医生挽救了我的医生生涯。你还知道，下次千万不能这样，太冒险。我相信你。你先去忙吧，我去看一下陈医生。好。是不是林医生来了？是我。林先生，您就是林神医对不对？哥哥，林医生真的是林神医吗？手部反馈如何？
林神医居然不愿意暴露自己身份，他隐藏身份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，还是不问了。手部触感清晰，只等彻底恢复就好了。而且，我相信你。那就好，你好好休养。谢谢你，林先生。如果不是遇到你，我这个手估计就废了。不说这些，好在结果是好的。能遇到林先生这样，是我的荣幸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这样的人吗？林先生，您身为顶尖的临床专家，又即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，就连大英皇家医院和全球医学协会会长都高薪聘请您，您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医院待着？我自称神医，救过所有人，可到最后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了。钱权名利毫无意义。林神医的过去想必也充满了遗憾。既然林先生不愿意多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那个林先生，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？你尽管说。我现在这个情况，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出院了。这段时间，你能不能帮我查看一下我妹妹的情况，做一下会诊？可以。谢谢。本不应该麻烦你的，但是我妹妹情况特殊，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。真的要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好好休息。医术光明，深明大义，这便是当之无愧的神医，无双做事。林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起之前的一些事。林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就是林神医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确信我就是他呀？赵天他虽然人品不行，但医术还算不错，就连他都不能将陈勇重归于手术台，但是你做到了。除了这个解释，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。这个世界上的好医生有很多，林神医的签名我特别熟悉，你给高兰的签名和林神医的简直太像太像。你也说的只是像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请你吃饭。你去吗？怎么样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啊？今天从病房出来的时候就看你心情挺糟糕的，这不带你出来吃饭，换换心情。走。这趟幸福的列车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粤菜是清淡了点。不喜欢啊？没有，清淡点好，健康。那我们以后能不能常来啊？不方便没关系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只是一起吃个饭而已。你干什么？干嘛突然上来抱住我儿子？起开！这么大人伤了孩子怎么办？哎，两位误会了，我们是医生，刚才看你家孩子噎着了，我们是在救他。儿子，怎么办？谁能来救救我儿子？120，快点！夹着住儿子！孩子现在很危急，等不到救护车的。我是医生，这是证件。快救我儿子啊！你真的是医生吗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那快救我儿子！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放松，别紧张，双腿岔开。好，上肢放松。这是在干嘛？孩子都被噎住了，还不送医院？还在这里抱来抱去有什么用？这是 HM 立刻急救法，是目前最好的急救方式。谁知道啊？就这还说自己是医生呢，孩子被噎住了就这样治？就是，你们耽误孩子去医院，就是等于在杀人。东西出来了！哎，你们看，这孩子脸色开始转好了，竟然真的给救回来了。好了，没事。儿子，没事吧？林医生，又救人了。这种临时性的急救，你应该也会吧？你们看到吧？刚才我同事只是想救你们家的孩子，如果不是他发现的早，你们孩子都要出事儿了。是的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们了。医生，
简直是太感谢你们了！今天如果不是你们，我们俩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谢谢，谢谢！不是，我刚才还阻碍你救我的儿子，对不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宝儿，跟叔叔说声谢谢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，小朋友，记得3天内禁辛辣，多喝温水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。你们是哪家医院的？我要给你们送锦旗。对，这有钱。医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。哎，不用，这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。这就是有医德的好医生，他们夫妻俩简直就是这行业的典范。哎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最近那个网上很火的大神医生林医生嘛。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哦，对，就是他就是那个什么医院的大神医生，他可厉害了，别的医生都做不了的手术，他就能治。他好像还是国际上著名的那个林医生差不多。林医生，能不能给我个签名啊？真的呀，这么厉害，给我签个名吧。我也要。我签个那些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还不是我说林大医生，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。名气再大，又有什么用？怎么了呢？名气再大，地位再高，我依旧是个废物。不，你不是废物，你很厉害的。因为你，宋老才没失去自己心爱的小孙女；因为你，周良一家人才能团圆；因为你，陈医生的双手才能恢复如初啊，不是吗？可是当我面对生我养我的母亲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就是个废物，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你妈妈得了什么病啊？阿尔兹海默症。妈，来吃饭吧。妈，你去哪儿？到放学的时候了，我得接我的小峰回家。妈，别拽我！先吃饭。你别拽我！你谁呀？我都不认识你呀！我就是小峰。是小峰？净瞎说！我这小峰才4岁，你谁呀你？小峰，妈接你放学回家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忘记我。可是我……林峰，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是全世界公认治不好的，这不怪你。清雅，可是我学医就是为了治好我母亲。我相信他看到这双手治了很多很多人的病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林峰，你虽然没能治好你的母亲，但你救了很多很多个母亲。你很厉害，你是最厉害的。喂，林医生，能先回趟医院吗？我有一点急事。哎，丽云，慢点跑，小心摔着。爸，你还记得我不？你谁呀？你别叫我爸，我就一个儿子，没你这么大。净瞎说！我这小峰才4岁，你谁呀你？就是这个情况。今天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父亲突然不记得我，而且只要一看见小孩，就会把他们当成是我。阿尔兹海默症。林峰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爸！只要你能治好我爸，
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林峰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回来了。饿了吗？我给您做饭啊。做饭？哎，好啊。哎，你谁啊？你是？我是林峰，耳熟吗？林峰？哎，我儿子也叫林峰啊，好巧呀，孩子，我儿子也叫林峰。爸，我就是您儿子，我就是林峰。儿子，林峰是我儿子。再来一口。好吃，妈妈？好吃啊！我儿子做的饭特别的好吃啊！好吃，多吃点。来。哎，你是谁呀？怎么会在我们家呀？妈，我是林峰，我是您儿子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屋休息。妈，当年你老年痴呆的时候，我医术不够精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病症一步步恶化。现在同样的情况摆在我面前，我不想再看着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别人身上。我可以试一下。真的吗？谢谢林医生，谢谢林医生，谢谢林医生。李媛，这干嘛？快起来！李媛，我得先和你说清楚，这个病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李媛，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菜，早点回家啊。林峰，你也没把握能治好阿尔兹海默症，对吧？李云他父亲现在的情况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，是有机会痊愈的，但只是有机会，所以我不想让李云有了希望之后再绝望。哟，这么厉害，什么病都敢治啊！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李云父亲的事儿我已经都知道了，我劝你们最好停止治疗。如果影响了手术的整体成功率，败坏了医院的名声，我绝饶不了你们。救人是我们作为医生的本分，你怎么能拿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的名声做对比呢？林峰，你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的母亲就是死于阿尔兹海默症，你连你的母亲都救不了，还在这逞什么强啊你？不说话了，冲动你的痛处了啊！干嘛呀？闭上你的臭嘴！推我！他竟为了我打了医院院长。怎么着？你要干啥？你再不管，我也打你！李云竟然也帮我，我等着你们治疗失败的消息。林峰，你别在意他说的话。林峰，要不然还是放弃治疗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爸去死啊？我当然不想。明明我自己就是医生，但我却眼睁睁看着我爸的病束手无策。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。
组织会诊吧。好。林医生，可以开始了。先简单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吧。此患者名为李章，男，73岁，阿尔兹海默症早期患者。其目前症状为记忆力衰退、记忆缺失。各位，此次会诊的目标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。李渊，方便简单说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吗？啊，这个和我们的治疗方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。大家好，我叫李云，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。从小，我都在山区长大。6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留下我和妹妹，只剩父亲一个人，独自把我们俩拉扯长大。我父亲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辈子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和妹妹走出大山。毕业之后，我进入医院，如愿成为了一名医生。原本也到了他老人家该享福的时候，可没想到，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愿意试一试。林峰，这么快就有方案了，什么办法呀？咱们要演一场戏。一场戏？对，我需要你帮我找2个人，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男孩，还有一个是18岁左右的青少年。好。没准儿真的可以。小朋友，记清楚我接下来说的话，好吗？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叫李云，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，记住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也叫李，是一位刚刚考上医疗大学的大学生，成绩非常优异。好，记清楚了。记清楚了。好。我没看错吧？林医生想要治疗老年痴呆，我看他是异想天开。这是林峰林医生，很厉害的，不懂不要乱说。究竟是谁不懂啊？老年痴呆可是不可逆的脑组织病变性疾病，根本无法治疗。是啊，我还听说了，传说中那个神医都治疗不了。我看这次林医生要脱手喽。大家不要吵了，林医生既然提出了治疗方案，就一定有机会的。林峰，你到底什么办法啊？对啊，你这到底要干嘛呀？记忆重塑。我说的话都记清楚了吗？去吧。相信林峰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他是疯了，还重塑记忆？听起来这么唬人，我看说不定真的能成。爸爸，我放学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饿不饿呀？爸，我不饿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次考试我又考了100分，我还用攒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一双新鞋。哎呀，爸有鞋穿，还用你给我买吗？以后啊，钱自己花。小时候我父亲对我也很好，但是我叛逆啊。是啊，那会儿贪玩，天天想着怎么逆着父亲来。儿子，干嘛去呢？我去好好学习，我要考大学。考大学啊？爸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里脏。爸，你看这是啥？我考上医科大了。儿子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儿子考大学了。爸，
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录取通知书，我考上大学了。录取通知书，大学生，我李家终于有个大学生了。是啊，爸，等我考上大学，等我大学毕了业，挣了钱，我就让你好好享福。好，你老子就等着享福了。我上学那会儿根本就不学习，还总是跟我爹对着干。现在想想，真是该死。我大学的时候天天忙着谈恋爱，根本没想过我爸怎么样。爸，我上学找工作，你等我回来养你。工作好，上了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了。李渊，我找到工作了，现在是个看病救人的医生。我儿子有工作了。爸，你不是总说让我们走出大山吗？我做到了。我爸走了10多年了，如今连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啊，好好珍惜眼前人。儿子，是你吗？爸，你记起我来了，是我。爸爸妈妈呢？爸，快看，我考了100分。爸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医科大了，我被录取了。爸，你看我收到什么？患者送我的锦旗。爸，儿子，你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，都有白头发了，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？爸，不辛苦。儿子，我的儿子。李医生的父亲居然真的想起来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病人的阿尔兹海默综合症竟然真的治好了！林医生好厉害！我觉得林医生比林神医还厉害，他的医术绝对已经超越神医了。今天我们见证了一场奇迹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林峰，太好了，你的方案你怎么一个人来天台了？怕别人夸你啊？没有，我透透气。你是不是又想到阿姨了？你说，如果我母亲患病初期，我就有了现在的医术，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，我们都要带着遗憾继续前行。清雅，谢谢你。林医生，林医生，林医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家找你呢。屋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对，透透气。脸这么红，是该透透气啊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找他。林峰，谢谢你。李渊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不一样，之前我处处针对你，还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你的专业能力。谢谢你救了我父亲。那也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是你帮我了却了一个心愿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帮助我救了我父亲。看在你帮我忙的份上，清雅，我就不和你争了。你也争得过我，
是琳达，原来你会开玩笑啊，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。我又不是你们谁的什么东西，什么让不让的？林峰，师妹，这回你拜托你了。我知道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林大神医，为了感谢你救了我父亲，走，请你吃大餐。可是你还没说什么意思呢，快回答。他没什么意思，他就是他吃错了。男人的事你少管啊！你林医生，林医生，赶紧救救我妹妹！思琪，思琪，怎么样？摔疼没？哥啊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让你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吗？我担心你，我害怕有人在伤害哥哥。都是哥哥不好，不仅没有治好你的病，还让你反过来担心我。哥，你别这么说自己，我眼睛看不到，我有一个能照顾我的哥哥就够了。陈医生，我们先进去。行，来，思琪。慢点，慢点。陈医生，你妹妹眼睛……我妹妹从小就患有眼疾，小时候呢还是能看见的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视力变得越来越差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妹妹曾经有多么喜欢画画，她喜欢去画湖边嬉戏的天鹅，去山上画那云遮雾绕的山林。她告诉我，她要把全世界的美景都画下。可是就在她18岁生日那天，她告诉我自己彻底看不见。思琪，我能问一问关于你眼睛的问题吗？好。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起初有什么症状？大概在我10几岁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视线没有以前那么清晰了，我以为是我没休息好。后来这种模糊的感觉越来越频繁，直到前不久，我就彻底看不见了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这些年主攻眼科领域，为的就是能找到让我妹妹恢复视力的治疗方法。思琪，来，这边。之前做过细致检查吗？做过，但他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角膜的浑浊呢是导致他失明的重要因素之一，需要通过骨质人工角膜移植术来帮他恢复视力。不过，这个手术难度极高，当然我对这个手术呢也有过研究。之前吴老师配合我能完成这台手术，但是在2年前，吴老师故去，而现在我手部受伤，更是没有办法完成这台手术。如果说现在有人能独自完成这台手术，林医生，那恐怕就只有您了。先住院，重新查一遍。好。这个林峰真是一天没不休息，牙神经移植眼神经手术，好大的口气啊！院长，林峰的医术还是很不错的，他以前也成功治疗过一些疑难杂症。那只是运气好罢了。院长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他不是想挑战做神经移植手术吗？让他去做，我倒要看看，如果手术失败了，他还有没有脸继续留在医院？院长，咱们这不是拿患者的生命冒险吗？他去做手术，要冒险的是他冒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对吗？放心吧，检查我们已经做了，等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去做手术。太好了，妹妹，这下终于有希望治好你眼睛了。明天你们的手术推迟了，为什么呀？手术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说推迟就推迟啊！手术室有其他重要手术安排，神经移植手术往后。这一定是交通呼应，那真是贼心不死。不行，不能耽误，耽误一天，他的视力恢复就越渺茫。我去找他理论。医院的手术安排我说了算，没有什么好理论的。你们的病人是病人，其他的病人就不是病人了吗？
你故意找茬是吧？林峰的手术方案是通过验证的，他可以随时做手术，你是知道的。我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你想怎么样？在这儿我就是天。妈，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我还能看得见吗？别担心啊，妹妹，有哥哥在呢。没错，我们一定会正常推进手术的，我们一定也会让你重见光明。赵天是副院长，按照规章制度，他是有资格停止我们手术的，就连我爸也不好插手。现在我们唯一要考虑的，转院。可这场手术对于手术环境和手术器材要求很高，除了咱们这家医院，短时间内你想找到第二个相同级别的手术室，可就太难了。你们先聊。或许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案。有人阻止我动手术，我宣。林峰，你没有行医资格证，敢在医院做手术，你这是非法侵入。赵天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林峰的临床手术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他不知道要比那些有行医资格证的人要强多少倍，所以他有资格做这个手术。我看你们就是故意刁难林医生。能力是能力，资格是资格。如果都没有行医资格证动手术，那医院有规章制度干什么？啊！把林峰给我抓起来！我看有我在，谁敢动林峰一根手指头？没错，今天谁要是敢阻止林医生做手术，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你们两个都是动手啊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小心我把你们几个都开除了！开始干，来呀！不怕死都来碰一碰啊！陈勇，你的手已经废了，你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想保别人？赵天，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。林峰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做手术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但手术做不了，而且自身还拿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身为医院的院长，当然要阻止无证行医了。倒是你，身为医院的医疗主任，不但不帮医院也就算了，你还阻止我，你这是在包庇犯罪！赵天，你是副院长，我爸是院长，这医院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还院长，他已经昏迷不醒了，在这个医院，我的权力才是最大的。你。一边待着去，没你的事儿。赵天，现在只有林医生能让我妹妹复明了。你今天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算死，我也要跟你拼了。陈瑶，我劝你一边待着去，一会儿我就帮你妹妹做手术，不然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不行，现在只有林峰能救我妹妹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他可是……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就是医神来也阻止不了我。我说你林峰啊，林峰，我知道你有点才能，但是你挡我的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找死！住手！住手！赵天，你想干什么？宋老，您怎么来了呀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就要对林医生动手了？哦，宋老，林峰他无证行医，我正在帮医院处理无证行医的事情。林峰的医术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想处理林峰，你算哪根葱？林医生救了我的小孙女，她就是我宋家的贵人。你敢动她，你还有没有把我们宋家放在眼里？林医生，您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你。林医生，我这把老骨头以后还指望着你呢。以后谁敢和你作对，就是想要我宋征的命。宋老，您言重了，我们哪敢要您的命？这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赵天，你还真是厚颜无耻！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赵副院长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颠倒路？哎，我说你们在胡说什么？不能因为你们平时对我有意见，现在就诬陷我呀！啊，林医生，你说该怎么处理？赶出医院，行业封杀。明白。赵天，
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真的是他们诬陷我，他们诬陷我呀！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韩三全，我说你怎么行啊？你不是我是被你下药了吗？幸亏护士检查器发现药物异常，才让我逃过一劫。你下药导致我昏迷，还要对林峰图谋不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赵天，你医德败坏，满口谎话，竟然还想伤害林医生。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法院对你的指控，我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。让你受惊了，林医生。多谢，林医生。那我妹妹放心，要不然你们先回去，手术马上开始了。好。你没事吧？你早就知道赵天要来找麻烦，所以提前给宋老和周总打电话了，对吧？如果赵天继续留在医院，会影响你当院长的。你是为了帮我清除医院的毒瘤，所以……好了，手术马上开始了，走吧。他竟然为了我，愿意动用外部的势力。啊！角膜剪，这不是林医生吗？他在做什么手术？好像是骨齿人工角膜移植术。我的天！听说这个手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会做，而且这个手术需要多学科协作，世界上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的只有神医。镊子，固定住病人的下颌。我准备开始剥去牙神经，准备骨齿人工角膜复合物。最关键的要来了，接下来就将牙神经移植到眼部，这是骨齿人工角膜移植术最难的一步，绝对是作秀。什么时候开始带货？开始移植。成功了！能完成这场手术的人只有神医一人，林医生果然就是神医。神医大人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还没真的成功呢，我排除林峰作秀。能合作完成这台手术的人，全球只有不过10几个人。能独立完成这台手术的人只有神医，林峰竟然神医！我孙女儿能让林神医为她做手术，真是上天对她的眷顾啊！原来传说中的神医，竟然就是林医生。你看林峰，手术成功。谢谢神医。准备包扎吧，包扎完成之后，把病人送回监护病房。确认了，真是神医！怪不得林医生能救回羊水川色，能治好老年痴呆，只有神医能做到这个程度吧？果然，林峰真的是神医。妹妹，感觉怎么样？哥哥，我能看见了。对，能看见了。可以啊，林神医，隐藏的够好的呀。就我最会个招，你又没问我。没想到神医就在身边，倒是我眼中了。能遇见林神医，这是我们的万幸啊！林峰，我一开始看你就不简单，原来你是神医啊！以后希望我们能常合作。
那就多多指教了，韩医生。韩医生，哎，韩医生，哥，往这边来点。林医生，笑一下。